虽然但是我跟你们讲，这个发型师啊，谢谢林雨薇写的告白气球。很好笑，这个剪头发是这么回事，是这样子的，就是剪头发的时候呢，因为上海刚过完年回来，好不知道为什么很多发型店就是已经约满了，然后我就很难约到合适的发型师，然后我约了一个300多块钱的，因为我觉得我是靠脸吃饭的。不，我一开始没想剪这么短，我就是靠脸吃饭的，我愿意在头发上花价钱，只要剪得好，钱不是事儿。他这个店里有100多块钱的，150多块钱的，然后有300多块钱的，然后他问我你要选300多块钱的总监呢，还是150多块钱的这个普通的这个理发师？然后我说当然要总监，我预约好了时间，那天晚上8点钟，等我到了店里，人家跟我说总监现在还没结束上一个客人，现在没时间。你如果现在急着剪的话，只有100多的这个158的普通的这个理发师。然后我说不行，我要等，我可以等，我完全可以等，我要等。然后然后这个他就询问了我2、3次，我坚持说我就要等，我一定要等。然后他就放弃游说我，然后我在等待的时候，来了一个年轻的这个发型助理吧，然后他跟我说，那我先跟你沟通一下你想剪的发型吧，这样我们剪起来方便点。我说也 OK，然后我就跟他沟通，在沟通的过程当中，我发现这个发型助理能听懂我说话，他能听懂我的要求，因为我当时是想剪一个鲻鱼头，就是有点像鲻鱼头，就回到我去年年初那个状态，有点像鲻鱼头的那种，因为要养头发嘛，对吧？然后我说回到那个状态，然后我跟他沟通，我发现他完全明白我的这些要求，比如说长度啊，然后希望哪边显哪边怎么样，完全 OK，然后聊得很开心，然后呢，我很满意，他就说要不我先给您洗头吧，这样子就一会儿剪头发时间就是可以节省时间。我说好，我躺下了，头都湿了，水已经冲完一遍了。然后他给我洗着洗着，他突然说，然后有件事情要再跟您讲一下，其实我就是那个158的发型师，您要我给您剪吗？还是您要继续等这个总监呢？丢人呐！你知道我一开始拒绝的时候，我甚至还说了，我说我不是图便宜来你们店的，我觉得对于我的头发来说，钱不是问题，因为这个发型对我真的很重要，钱不是问题，重要是我是冲他剪的好来的，所以你不要给我推荐什么158的了，剪的不好的话，我这个东西它影响我很多很多东西，它会影响我很多东西，你不要给我推荐158的了。我当时是跟那个前台这么说的。天呐，丢人呐！被当事人逮到了。然后我当时头都在人家手里啊，我头都湿着在人家手里呢，头发都在人家手里，这就好比人家拎着头发，然后很礼貌的问你啊，其实我就是刚刚你说坏话的那个人，你看你要我给你剪吗？我说好的，我说其实我觉得158也行哈，省了钱我还能吃顿海底捞哈哈，一个人的海底捞哈哈。晚上好，主要是沟通的好，然后决定让他给我剪了，然后往那儿一坐，鲻鱼头剪了一半，大概是晚上10点多的时候，然后他剪着剪着，他突然跟我说，哎，其实我觉得你下次可以，其实我们全程没交流的，到这里没交流，就除了头发之外没有别的交流。然后但他剪着剪着突然说，哎，你下次来的话，你可以尝试一下这个发型。然后他就给我看，他说，我觉得你很适合那个动漫里的。他动漫两句话一出来，我就马上。我本来对他态度是一种，就是就那样吧，就这样吧，除了头发之外，我一句话不会多说。但他说你适合那个动漫里的那个，我马上老师哪个动漫？老师你看番啊？老师哪个动漫？没事，你说名字，说不定我知道呢。啊，你不记得人物名字了吗？没事，你说番名，说不定我也记得呢。他说不，我都忘了，我找找。然后他就开始去手机里翻，你知道吗？称呼从然后变成了老师，然后但是他掏出了一个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动漫和人物。到这一步的时候，他掏出了一个我从未见过的动漫和人物，以至于我完全不，你们可能都不认得，因为他就是我我不知道怎么，因为我完全不知道，我已经忘了，因为我完全不记得，所以我现在已经忘了，对那个动漫和那个人物叫什么，我什么全都忘了。
但是我记得那张图确实好看，而且是个黑皮辣妹，黑皮辣妹，然后头发是这样子短短的翘着的这种，然后这里可能会再上去一点到这儿，就这种长度，然后他说你下次来可以试这个，我说啊，我说要不咱们现在就剪这个吧，他说哎呀别开玩笑别开玩笑，然后我说真的，我现在就可以剪这个，我其实希望更短一点，但是我找不到比自鱼头更适合的，因为我希望我短，但是我又不希望我显得很T，显得很像某种取向，我不希望我剪个头发，就好像把取向盖在了脑门上的那种感觉，我不喜欢那种感觉，你知道吧？啊，对但是我希望它比自鱼头更短。然后他说：“哦，那我可以给你剪一个。”谢谢冷言寒皮的夜蝶，谢谢谢谢，好久不见。然后他说：“那我给你剪一个。”然后这个时候是晚上11点半了，已经差不多。他那个自鱼头其实已经快剪完了，这时候是晚上快11点半，就是刘海没剪呢，是晚上11点半。然后他说：“你确定不改了对吧？”我说：“不改了。”他说：“好嘞。”然后他说：“宝宝。”然后说：“啊，什么叫什么？我们已经亲近到这个程度了吗？老师，老师，我们应该只是老师和老师之间的关系吧？”我说：“宝宝叫谁呢？”然后跑过来一个小男孩，确切说是跑过来一个小男童，是真的男童，是真的男童啊，就很矮，5、6岁的一个男童啊，5、6岁一个小男童，然后这个应该叫小男孩，这个应该叫小男孩。小男孩，一个小男孩跑过来，然后闻声跑过来，手里还拿一小汽车，然后这个老师说：“叫你爸给我点个晚餐。”看来是店长的儿子。应该店长的儿子，对，然后这个小孩就去了。我这两天在看很多那种社会新闻，什么讲什么男童啊、女童啊什么的，童是儿童的童，都是儿童的童，这个都是儿童的童，因为新闻里不会讲男孩女孩，都是讲男童、女童，少年少女，几个什么13岁的什么，对，几岁的男童，对，都是这样的，这是场酣畅淋漓的尴尬，这是酣畅淋漓的尴尬呀。然后完了就结束了，然后我剪完了，已经是晚上12点钟。我跟你们讲，其实有一个瞬间很崩溃，就是在剪的过程当中，你知道吧？它是日系的一种剪法，它是一种日系的理发。日系理发是讲究贴头皮的，但是我反复跟他说我要蓬松，我要蓬松，不许给我打薄，我要蓬松。然后他剪到正面，我看很满意的时候，我侧过去一看，我发现我的刘海是一个非常贴头皮的状态，就整个人是这样子削着的状态了，削尖了。我的刘海像是条形码一样的贴在我的额头上，从侧面看的时候是这种状态，虽然正面看是很好看，但侧面看是条形码呀。哇，我就有点崩溃。然后但是就是前面一直都很好，到这个有点崩溃，但是这个时候快剪完了，我想是不是回去我自己卷一卷也能正常点。然后我就理完发我就走了，然后我就走在路上。而且他特别热情，他为了向我展示说你这个发型特别好，特别日系。他走之前，他就明明晚上回去要睡觉了，他给我涂了一层防护，然后一层湿发那种防护，然后还给我把头发卷成了那种，就是下面都有点弯弯起来的、翘起来的那种感觉的那种，就下面都有点翘，一圈都有点翘，然后还有点波纹。哇塞，马上就变得波头了起来，就那种感觉。我马上感觉我也是拥有波纹了哈。然后我走出了理发店，那个时候是晚上，就是其实前面还没到11点半，那个时候大概10点左右，然后剪完出来11点半，当时还有半个小时，其实是可以回视频翻牌的。但是我走在路上，我看了一眼那个有点就是湿发感的日系头，我觉得我不行，我害怕我粉丝受不了，就是我害怕有一部分粉丝在7号之前。6号晚上怀抱期待得到这个发型的时候，会有点受不了。我就眼睁睁着放着那7、8条视频慢慢过期了，我真的怕你们受不了，我害怕其实也不是怕你们受不了吧，我是怕我受不了。因为我在去理发店路上回翻牌的时候，我想起来的时候，我就会在翻牌里加一句，我说哈哈，现在我剪短头发啦，可以做下心理准备了，好好笑啊！你知道我粉丝，然后有一个粉丝给我微博私信发了那个，就是
是开玩笑的，但是就是很好笑的。他给我发了我之前的照片，就是我大学打篮球的照片。他说如果是这个长度，然后发了一张大学时候打篮球那个长度到这儿的照片，头发这么长的照片。他说我会跑路。如果是这个长度，然后他发了一个我之前剪的到这儿的头发那么短的长度。他说我会溺爱。嗯。笑死了！现在没想到啊，现在这个长度就是一种很介于之间的状态。包溺爱了是吧？太好了，包溺爱了。完全能接受吗？妈妈，完全能接受吗？我好害怕你们现在嘴上说着接受，然后但是转过头去又那什么了。工业镜头好可爱，这样看又很帅。哇塞！因为今天有人在台下哄我，我还在想，是哄我了吗？就在那个角落上说，就是一到 MCE，好像生怕我心情不好一样，给我，你给我搞不好意思了。